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美国 WSOP 期间参加的这一场$2500买入的 Freeze Out 赛事。Freeze Out 的意思呢，就是不能够重买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这场锦标赛只有一条命。那跟大家分享我遇到哪一些有趣的手牌。这场赛事呢，起始筹码是35000，然后呢，有趣的第一手牌呢发生的状况是在400、800的盲注级别，然后是一个7人桌的状况。弃牌到我在 Hijack 位，我有32000的筹码量，我拿到 AA 能输吗？加注到1600。Bottom 位的玩家他有18万的筹码量，他是一个职业玩家，他选择跟注。大盲位的玩家呢是一个不知名的玩家，他有5万的筹码量，也选择跟注，这也是一个3人底池的状况。翻牌是 Q15彩虹面，然后有一张方块，底池6000。这个时候大盲位玩家过牌，我们整体的范围50-50过牌。那我觉得有一些手牌特别的适合过牌，有一些手牌特别不适合过牌，有一些高频率的下注跟高频率的过牌。但以整体来说呢，我觉得是50-50。AAKK 呢就是一个可以过牌也可以下注的手牌，所以我当下决定过牌没问题。Bottom 位的玩家选择下注1500，大盲位的玩家弃牌。我们在这边的话，两个策略都可以，可以跟注也可以加注。那我当下呢选择了跟注。转牌是一张方块8，底池9000。这个时候我过牌，他也过牌，合牌来了一张不同花的6，变成是 Q1586。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如果在转牌过牌的话，我会觉得他的范围里面最强的就是一个顶对。我觉得他的范围里面比较像什么？我觉得他的范围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对子，可能会有顶对，但是比较像是一些什么 A10啊、10J 啊、一对 J 都有机会。我觉得如果他有顶对的话，应该会高频率的下注。如果过牌的话，会是一些比较弱的顶对，或者说我刚刚讲的那一些中对啊，或者一些手对，比顶对还要弱一点点。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，当然它会有一些没中牌的炸胡，比如说 KJ 啊，或者是 K9 同花之类的手牌，它会有一些随机的 Ace High。我过牌的话，它会炸胡，那我们也可以选择过牌。所以我觉得合牌两个策略都可以，可以下注也可以过牌。如果说我下一个半个底池的注，它会跟注很多10J A10啊，一对9这些范围，它会来抓炸胡的话，那我觉得下注当然也有它的好处。当下9000的底池，我下注5000，他选择跟注之后呢，看到我的牌，他就选择弃牌，所以我们就赢下了第一个底池。下一手牌呢，又是对到这一个职业玩家，同一个玩家。这手牌的状况呢，是他在9人桌的 UTG， 他有4万的筹码量，加注到2200。Hijack 位的玩家呢，是一条大鱼啊，是一个大鱼啊，是一个娱乐玩家。靠北就是这样记。不是啊，我就这样记啊，新中话讲出来这样。反正他是一个娱乐玩家啊，他有2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跟注。这个时候我在 bottom 位，我有4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86方块。86方块，我觉得对上前位的加注有一点边缘。那我们有40个大盲有效的话，我可以接受。我觉得40个大盲的话，我应该会跟到5、6、6、7、7、8、8、9，应该都会玩。中间有一格的连结牌，比如说9、7、6、8、80号，我觉得也可以玩啊，没什么问题。那我觉得再低可能就不大理想啊，比如说5、7可能就太弱了。6、8会考虑跟注的原因是因为中间有一位比较弱的玩家，他也选择跟注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诱因啊，我觉得他有可能在翻牌后输更多筹码给我，我选择跟注。这个3人底池，翻牌是 J96， 2张梅花，底池9001。UTG 的这个职业玩家，他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1700。Hijack 位的玩家弃牌，然后到我。首先，我觉得这个下注尺寸面对我们这2位玩家，绝对是没有道理的。原因是因为他应该有很高频率的过牌，我也觉得他如果要下注的话，这个下注有点太小。他如果是下一个这么小的注，他的范围一定很宽，这是我的直觉。除非是非常非常大的牌，比如说一对 J 啊，顶3条，或者是一对 A 带梅花，可能可以下一个这么小的注。但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顶对，或者是一些需要保护的手牌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要下大一点点。而当下面对一个这么小的下注呢，我的底对应该是要跟注的。原因是因为我们很有可能是最好的手牌，再加上我们有足够的赔率，看到更多的转牌跟合牌，再加上我有位置，是一个很合理的跟注。我选择跟注，转牌来了一张梅花 K， 就是一个正门花的出现，底池12500。他选择过牌，我需不需要把这个牌转成炸胡来下注呢？我觉得不用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范围里面还是有一些什么 A10啊、A5同花啊这种就是没中牌的手牌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对子绝对有足够的摊牌价值。这个时候我也选择过牌，合牌来一张不同花的
8，我们中了2对，12500的底池，他又选择下注了一个小注4500，差不多1/3左右啊，接近1/3。我们绝对不会弃牌嘛，因为他有可能价值下注比我弱的手牌，甚至是什么 JQ 啦、1对 Q 啦，甚至一些随机的什么 K10啊，当然也会有炸，所以我觉得它的范围里面就很像是一个对子。我觉得很合理。面对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加注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我选择的一个加注尺寸是，我觉得他有机会拿一个对子来抓炸胡。我选择加注到12500。他想了一下之后呢，他选择弃牌，对上同一个玩家又赢下了另外一个底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至今我赢得超过1.4亿台币的奖金，获得过2条 WSOP 冠军金手链。更荣获 GPI 亚洲第1的头衔。我在这10年的锦标赛经验中发现，最明显能区分一位玩家厉害与否的要素，就是翻牌前的策略。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课程，像职业玩家一样，做出完美的翻牌前决策吧。下一手牌呢就是对到了刚才讲的那个娱乐玩家啊，这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，他刚刚有2万的筹码量嘛，然后他输了一些筹码之后呢，他剩下15900。这手牌呢盲注级别一样是在500、1000，他在 low 价位，他直接 all in 15900，弃牌到我在 CO 位，CO 位对上中位的 all in， 对上这位玩家，我拿到 AJ 不同花为5万的筹码量，应该是边缘，但我觉得以对上大部分的玩家来讲 ，AJ 还是太强，我觉得不能够直接弃牌，原因是我绝对看到比我更弱的 A。甚至是一些什么10J 同花，当然可能有一些小对子我没有领先，但是我觉得以整体的范围来说，是赢多输少的状况 ，AJ 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。这时候我选择跟注，然后看到 low 价位的玩家呢是 A7 不同花。A7 不同花15个大盲，绝对是不能够在 low 价位 all in 的嘛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范围，赢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筹码量。下一手牌呢，翻牌前的一个状况，这一手牌呢是在1000、1500的盲注级别9人桌的状况 ，UTG 玩家有25500的筹码量，加注到3000，弃牌到我在大盲位，我有4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了 AQ 不同花，对上前位的加注的话，不到20个大盲可以 all in 的手牌的话，我觉得77、88以上的对子跟 AQ 绝对可以 all in，AJ 同花可能可以跟注，可能跟注多一点。那我觉得 AQ 以上的手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， 所以我直接 all in 他只有不到20个大盲，然后他选择跟注。我看到他的手牌是1对5，翻牌是 Q16， 非常好的一个翻牌，我们直接击中了一个顶对，然后赢下了这个底池。那我觉得如果他在 UTG 拿1对5加注，我觉得第一个很边缘，第二个是我觉得面对大盲位的 all in 1对5是绝对不能够跟注绝对不能够跟注。我觉得 UTG 要能够跟注的手对最烂应该1对7，我觉得可能都不会啦，但我觉得1对8以上是合理1对7以下的手对，你要翻牌前加注就已经很边缘了，更不要讲面对 all in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玩家常见的一个错误。跟注到一些错误的范围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$2500买入的 Freezaw 一条命赛事的手牌讲解。如果你对于影片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。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小 P，大家拜拜。